记得要追踪我们的粉丝专页跟 IG， 有更多丰富的内容哦。今天来到釜山第2集，游客的海滩观光区，辽阔的海岸线，清幽的海云台一日游，带你走一遍海云台景点，路线安排一起看下去。第1站 The Bay 101是一个小型商场，里面1楼、2楼都是咖啡厅、面包店，一些餐厅可以选择。2楼这边有贝果店，简单点个咖啡或面包，就可以在内用区域吃早餐、聊天休息，一边享有海景景观。3楼的话就是夜景景观台，是一个超热门的打卡景点哦。第2站东博岛公园，从商场这边走过来，大约2到3分钟的时间。这里是环东博岛一整圈的步道，几个有名的景点，像是黄玉公主传说中的人鱼像、东博岛灯塔、最南端的 APEC 世峰楼，都聚集在左侧步道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就左去左回，都有告示牌说明路线跟距离，可以沿着这边下去，有海岸线的路线景观，岛屿的森林美景与沿岸地形。大海的一望无际都可以一次捕捉。灯塔景观台这边可以认识到周围景点，这个就是知名的广安大桥。再来，我们往右边走过去，大约2分钟的时间，这个是 APEC 世峰楼。韩国政府特别新建一座专为 APEC 开设的会议厅。自从开完这场会议之后，这座会议厅就不再开放使用了，只供参观。第3站海云台海水浴场，走出东博岛公园就是海水浴场啦。天气非常舒服，是一个1.5公里的白色沙滩。非常幸运，这天碰到了为期4天的沙雕展，以大海为背景，精彩有趣的沙子作品。展现了各自的艺术魅力。另外也会有团体在沙滩上举办活动，像是瑜伽体验或是伸展操等等。第4站 Sea Life 就在海云台海水浴场旁边，建议大家这个在 Klook 上面先订票会比较优惠。我这一次呢是安排在早上大约10点左右的时候抵达，可以一次碰到满满的喂食秀跟美人鱼秀。进场入口记得领取当天的活动时程表。里面总共有8个展示区，超过250多种，共1万多只的海洋生物。B2 一开始来到热带雨林区，整体的水族馆布置也很生动活泼，可以认识很多的鱼类。还有巨骨舌鱼，又被称为象鱼。另外还有可爱的海龟。再来10点半的时间，直奔水獭喂食。饲养员都会控制每一只水獭的进食量，还会量体重。围满了大人跟小孩，真的非常有趣。往前右手边是企鹅，旁边还附了各种颜色的羽毛，你可以在玻璃窗前跟企鹅互动。接下来是鲨鱼馆，做了一个小型的鲨鱼隧道，可以让小朋友穿越隧道，跟鲨鱼一起拍照。园区整个都充满了影像互动，真实体验。还有沙发休息区，可以全家一起玩，大家来找茬。这边是鲨鱼的透明游艇，是需要另外付费的，11000韩元的体验，等同于台币260元左右。大约15分钟的体验，可以看到鲨鱼在脚下跟透明游艇周围穿梭。旁边手扶梯下来，来到 B3迎接的是夜之海，满满的珊瑚散发出荧光效果。这边有脸部彩绘体验，还有满满不同种类的水母。这个水族箱里面是一种很酷的海马。往前进来是落地的超大水族箱。接
着是11:20美人鱼表演，这边需要提前到场找位坐下来观赏。数量额满啊，或是活动开始之后就会围起来，无法进出哦。当初知道这间水族馆有美人鱼秀的时候，就真的超兴奋。第一次亲眼看见美人鱼可以在水中展现，搭配音乐，还会变装，好赏心悦目啊！表演结束之后，往前的是海底隧道，刚好碰到2只海龟漫游在玻璃窗边。紧接着是我满心期待的12点喂鲨鱼秀，阶梯式的水族箱观赏区，里面是满满的鲨鱼跟不同品种的超大鱼到小鱼群们。总共出现了3名表演的饲养员，1名是专门在玻璃窗前捕捉喂食的角度跟瞬间给观众看。表演一开始，每只鲨鱼喂食真的百发百中，掉下去的瞬间，观众都惊呼连连。到后面真的是辛苦饲养员了，因为不吃就是不吃的鲨鱼甩头也是一种表演，非常有趣。这里看起来小小的水族馆，但里面有满满的体验，真实的布景、效果啊，还有喂食表演，真的非常丰富。建议大家可以安排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的时间，非常值得。水族馆结束之后，纪念品商店跟拍照留念区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啦。接下来午餐时间可以走路到海水浴场对面这条商圈寻找餐厅用餐。这边的人潮非常多，餐厅基本上都聚集在这一块。左手边这家绿色装潢的店是贩售很多身体保养香氛的品牌。往前就是满满的餐厅，非常多种类可以选。转角这个是3一冰淇淋。往前大排长龙的是蜜羊血肠猪肉汤饭，是位在海云台这边必吃的美食之一。内脏爱好者的我，这次我点的是内脏汤饭，真的超好吃。吃饱逛逛这个商圈，左手边这2间是韩国拍贴机店。转角这一家主打1个人独食的单片披萨。R-Box 的话是各式文具到家居生活用品应有尽有的商店。往前这个也是一家名店，古莱斯年糕海云台店，鱼浆控是一定不能错过。里面琳琅满目的鱼浆口味可以选择，不有内用区域，还可以装高汤，小喝1杯哦。我这次点了是炸虾的鱼板跟卷寿司，适合当点心吃个味道，体验一下当地名店哦。继续前进，转角这边1楼是串烧酒吧，2楼是火锅店，沿路会有摊贩卖的是帽子、太阳眼镜。对面是 Olivia， 旁边紫色这栋是手摇店。商圈2侧是人行道，也是会有车辆在中间穿梭，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逛街安全。左手边这间大创是海云台非常有名，3层楼非常大间。往前一点是韩国必吃的韩牛烧肉。韩牛汤冷面，这间有贩售排骨炖汤、刀削面，还有手工饺子。满满的人潮，这间也是猪肉汤饭、猪杂肉汤饭。Google 的评论有4.3颗星。中间的广场有2排市集，文创手作包包、小娃娃吊饰，好多可爱的小东西。左手边咖啡色装潢这间餐厅有猪肉解酒汤。我们这边再继续往前走的话，左边转进来有一个传统市场，里面有很多海鲜餐厅跟小吃。第一间就是糖葫芦跟炸物店。逛进去之后，就会看到每个店家外面满满的水族箱，都是现点的海鲜餐厅、粮食干货商店。鳗鱼料理的专卖店，一间很大间的袜子、帽子批发店。这家店门口的水族箱就是满满的鳗鱼。右边这些是韩国在地的零食泡面。
往前的话是现蒸的包子、饺子店家，旁边是蜂蜜专卖店，运用蜂蜜制作出冰淇淋圣代啊、甜点。这些是一桶桶的韩国辣酱腌制的海鲜小菜，还有烤鱿鱼跟贩卖水果的商家，是现炸鱿鱼，炸得金黄酥脆。往前还有韩国鱼板跟辣炒年糕。接着来到海鲜街最有名的海云台31公分海鲜刀削面，它是运用直径31公分大的碗，装着满满的海鲜贝类 ，CP 值非常高。这家也是蜂蜜圣代的冰淇淋。走到底，转角这间是汤饼，也是韩国必吃小吃，排队的人潮更是从这边延伸过去了呢。我们继续回转逛。除了餐厅小吃之外，也有少许的店家贩卖衣服啊、帽子、袜子等等，也有不少店家卖蜂蜜冰淇淋，是在牛奶冰淇淋上面插着一块的蜂巢，淋上甜甜的蜂蜜一起吃。如果你要吃海鲜的话，就有很多店家可以挑选。吃饱后，走回海云台海边，沿着海边走到 The Sky， 旁边斜坡走上去之后，右转就会来到维普火车站。第5站我们要来搭海滨小火车，沿着花圈拱门，右手边会有一些餐车。再往里面走，左边的走道是购票窗口。如果你是用釜山 Pass， 可以直接出示兑换，总共只能搭乘2趟的小火车。换票完成会在票券上面写上时间，再依照时间入场排队。这一次我是选择从起站维普站搭到最后一站的松亭站，回程搭到青沙浦站之后呢，就走路回到维普。在开始之前，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海滨小火车跟最火红的胶囊列车。这条路线一共有6个站，海滨小火车6个站都有停靠，全长大概是4.5公里，单程大约有25分钟左右的时间。胶囊列车的话，只有维普站到青沙浦站，它是2个人到4个人的车厢费用，它是不会跟其他游客共乘的，所以你一定要线上预约日期跟乘车时间。但因为小编我只有1个人，胶囊列车就不划算，所以推荐大家有搭乘胶囊列车再用釜山 Pass 兑换小火车的人，可以这样安排。预约好，我们就要来出发啦！海边小火车来了，上车就先往靠海的位置就坐，沿途可以观赏海岸风景。抵达底站松亭站，有一些小吃餐车。再往外围走过去的话，就会来到松亭海水浴场。因为距离市区比较远，也没有地铁站可以到，所以这个海滩观光客就会比较少。接着再从松亭站搭小火车来到青沙浦站。出站之后是传说中的韩国版灌篮高手平交道。往右手边走有咖啡厅。紫色装潢的是礼品店跟画室年会的店家，这间是饼干礼盒跟饮品。右边黄色大大的店，里面贩售很多可爱小物，都是非常适合送礼的店家。继续往沿岸走，这是青沙浦的恋人双灯塔，比较近的这个是红色，也因为比较近，所以很多游客。另外一座白色灯塔，那边就不会有什么游客特地过去拍照了。沿岸逛过去，有拍贴机店跟一些餐厅、面包店跟咖啡厅的复合式店家。往前走会看到大大的甜甜圈，位在转角的地方，也是非常多网红跟游客会前来拍照打卡的景点哦。接着我们从甜甜圈店家转角往上走，到列车这边，这里也是胶囊列车的停靠站。从青沙浦站到维普站，这边有一条约2公里的步道，沿途可以看到一些木头雕塑艺术。往前这边是当时正在维修的海月景观台，已经在2024年的7月开放体验。接着这个是银月隧道，可以在小火车经过的时候捕捉一些合照哦。
我们从青沙浦车站步行回来之后，要前往的 Sky 俯瞰整个海云台美景。入口这边有写着大大的字样，右转进来，左边是售票口，右边这个是 Sky 99的餐厅。所以我们从左边，如果你有购买釜山 Pass 的话，可以直接兑换。因为我这边使用完毕了，所以我直接在 KKday 上面购票。购票完之后，服务人员会沿路指引你路线，搭乘超快速的电梯直达100楼。景观台有拍摄的服务，是另外付费的。我来的这天天气不佳，有点飘雨，所以看出去都有点雾雾的。旁边走过去有一个超可怕的体验，是一个100楼的透明镂空步道。这边非常怕高的人，记得头抬高走过去，因为是没有地方可以绕路的，都必须面对。楼梯下去，到了99楼，迎来的就是知名景观餐厅 Sky 99，有意大利面、汉堡、甜点、饮品等等。有釜山 Pass 的人还可以另外打9折哦。这里总共有3层楼可以观赏。最后有海云台的纪念品店，有搞笑小物、周边商品、贴纸、杯子啊、便条纸跟笔。出口旁边就是糖果店了。另外，这边是最高楼层的星巴克，你可以点一杯咖啡，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一边休息，还可以一边欣赏海边风景。夕阳下山的话，还可以欣赏夜景哦。海云台1日游超充实的一天，景点我都帮你安排好了，准备出发了吗？我最喜欢水族馆跟猪肉汤饭，推荐给你。你最喜欢哪一个景点呢？下面留言跟我说。最后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